又见面了，大家好，我是 Ryan。在没有开始今天内容之前想问一下你们觉得哪一个欧洲车品牌最能代表年轻人？我个人觉得是 BMW 这个品牌最能代表年轻人，而能代表那些成功人士的欧洲车品牌，我个人觉得肯定就是 Mercedes 这个牌子。但是如果讲到安全性十足的一辆欧洲车，我个人觉得不得不提 Volvo 这个品牌。所以今天就带大家看这辆车，就是这样 Volvo XC40纯电版本。在没有开始今天视频内容之前就请麻烦你们订阅我频道，还开启你们小铃铛，在这边也谢谢你们的支持。好，现在就让我们看一下这辆 Volvo XC40纯电版本到底它有多安全吧。Let's go。一开场我有讲到这个 Volvo 是一个非常注重安全性的一个欧洲车企。其实从老一辈的 Foreman 还是马卡劳口中，我们可以听到Volvo 所制造出来的车子，它的车体刚性结构是非常硬的，所以当发生车祸的时候可以看到它的伤口可能很轻微罢了，但是人却死在里面了，因为这个车子太硬了，所以那个人被震死在里面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玩笑话啦。但是 Volvo 是一个我最近几年可以看到唯一一个品牌，它愿意公开的把自己的车子挂在几十米的高空，把它摔下来，来进行这个抗摔测试的一个欧洲车企。当然，肯定有人会问既然这辆车它的抗摔能力这么强，可是这是一辆纯电版本的车，它的防水性如何？其实早在之前有中国大陆那边，他们有测试把这辆车子浸泡在一个1.7米深的水缸里面，浸泡了12个小时。12个小时之后，他把这辆车子成功的驾驶出来。再来，他们把这辆车子接上来过后，把电池拆下来，然后发现到电池里面竟然一滴水都没有。所以可见它这辆车子它的电池的防水性做的是非常不错。好，安全性的部分我大概讲完了，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的前脸外观。这辆 Volvo XC40纯电版本，它的前脸外观是和之前我试驾过那辆765版本，它的前脸外观是一模一样的。头灯的话，依旧采用了雷神之锤设计的头灯，只是比较不一样的是，就是中网这边。如果是现在贩售的这个 Hybrid 版本还是765版本，它中网这边是采用了格栅式设计，然后 logo 是立体式的。只是讲这辆纯电版本，它的中间的这个中网这边，它换成了一个平整式，然后它的 logo 也换成了一个平整式，然后再来下面有一个 camera 的。这点的话，就是和765版本还有现在的混合动力版本是不一样的部分。当然，有人会问既然这辆车是一个纯电的车子，所以它有 engine 吗？这个是一个废话，它肯定是没有 engine 的。所以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之前的这个 engine area 里面，它变成了整个是塑料板，然后可以看到上面其实没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可以让你倒 wiper tank 的口，然后加上一个这个可以让你放东西的一个小小空间。你可以放 bag 可能一些工具这些东西你都可以放在这边。基本上就是这辆 Volvo XC40纯电版本它的前外观的一些差异部分现在就让我们看一下它的尾部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吧。尾部的话，基本上它的设计是和我之前试驾那辆 Volvo XC40它的尾部设计是一模一样的，只讲它多了一个 Recharge Twin 的名牌，然后它依旧保留着有这个没收到一脚踢开启的尾盖，这个功能真的是非常的赞，非常的方便。然后我真的是很佩服瑞典人在设计 IKEA 的家具还是 Volvo 车型上面的一些小巧思，像是这个隔板，你把它立起来，它上面有3个钩子，这3个钩子是有用途的，你可以把它拿来挂你的 shopping bag， 或者是你打包的一些汤料的食物你都可以挂在上面，这样子的话它就不会摇来摇去散掉还是怎样啦。所以这点真的是很佩服瑞典人这些小心思真的是非常的好。而对于一辆 B segment 的 SUV 来讲的话，它的尾箱容量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的足够。目测来讲，这样子看下去应该是可以放到2个大型行李箱，加上几个中型行李箱，所以这样子尾箱容量其实是蛮够使用的。好，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内饰吧 ，Let's go。来到这辆纯电版本的 Volvo XC40，它的后座真是有点怀念它的感觉，因为之前有试驾过那辆765版本的，然后它们的短板也是一模一样。首先你们可以看到它的短板，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椅背倾斜角度会比较直了一点，对于做长途的话可能会比较辛苦，而且它的这个椅背倾斜角度呢是不可以调整的，它没有多段式调节，它就是死位的。然后它的这个后座的乘坐空间，我个人觉得也会比较小了一点。所以做长途的话，可能会有一点，这样讲辛苦个人觉得会有点在空间的那种压迫感上面会有一点点的辛苦。
但是它的用料我却非常的喜欢，因为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它采用了一个类似阿坎特拉的布料，加上皮革作为混搭，看起来真的是非常有质感。加上它也用上了这个白色的这个车缝线，来让它看起来是更加的有文艺气息啊，不是运动感啊，是文艺气息。而且它这个后座冷气出风口还是依然保持着，没有被 cut 掉。然后下面也是有2个 Type C 的充电口。而至于中间的隆起高度，我个人觉得还算 OK 啦，不是很高。所以如果要坐3个人的话，短途，旁边的2个人不会太大只啊，太大只的话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长途的话更不用讲。所以个人建议这辆车长途还是2个人坐会比较好。好，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前座内饰到底有什么特别吧。Let's go。这辆 Volvo XC40它的前座内饰，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它的塑料感会比较重，但是这点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见仁见智。但是它还依旧保留了这个我很喜欢这个格子点设计的，看起来真的非常有文艺气息。再来就是这辆车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就是它没有 Push Start Button， 也没有锁匙让你启动，只要你带着锁匙一上车坐到这个位置，它就会自动启动。你只要一打 D 档或者 R 档，你就可以驾这辆车了。当然这一点的话，它是一个优点，也是一个缺点，因为如果你在你的家人还是朋友、女朋友，他坐在这边左边。然后你在 highway 的时候，可能要去上厕所啊，你到了休息站上了厕所，你即使你把你的锁匙放在这个 console 这边，它抵到你这个右边位置没有人的话，它也会自动的 shut down。所以这一点的话，就可能是它的一个小缺点啦，我个人觉得。再来，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非常不错的部分，就是它的这个meter。它这个meter是一个全digital显示的meter，然后看起来也是非常好看，它的像素也非常的精细精美。它这个中间的触媒主机，这个触媒主机是和我之前那个 XC40 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触媒主机它是自带了有 Google Assistant 的功能，你可以从这个 Play Store 那边下载一些 Apps， 比如什么 Spotify 啊，还是 YouTube Music 啊，还是 Waze 啊，来进行使用。所以讲回来讲的话，这辆车它是不可以支援 Apple CarPlay， 也不可以支援 Android Auto 的，你只可以通过它的 Google Assistant 完成你想要的这个 Apps 的使用。当然 Volvo 也有提供了4年免费的这个 SIM card 让你使用，4年过后你就要自行的去 renew 啦。好，基本上它的内饰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我从巴图试驾下来的试驾体验吧。Let's go。现在我们来试驾这辆纯电的 XC40，然后陪我试驾的当然少不了阿豪。有试过纯电的 Volvo 车吗？还是有试驾过其他纯电车吗？ Tesla Model 3哦，是对，忘记掉对，忘记掉。所以其实对于纯电车，你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吗？想法，我喜欢纯电车，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到目前为止还不能接受纯电车，可是我个人是已经，我不是讲说服我自己喜欢了，我是用了过后，我觉得我自己喜欢了。哇，有点远。纯电车，我觉得它是一个未来的趋势了。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时常会走长途，一出门就是200、300、500公里的话，这样这集对你来讲可能帮助不大，因为纯电车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啦，是不太适合你，除非你买 Tesla Long Range， 直接600多公里那一款。对，就好像这一辆车，我们现在试驾这辆 Volvo XC40 Recharge EV 版本的，它的纯续航总续航如果是180电的话，只有大概是400个公里。对，所以如果你从 JB 到 KL 的话，你就要马上的去找地方去插电。对，所以然后它的插电也不是那么简单，因为现在马来西亚的充电桩的数量还不是那么的多，所以你不能讲像电油车，好像我们汽油车就是或者 hybrid 车。真的是没有油了过后，我们可以随便路边找一个油站打油，又可以继续走了。但是这种 EV 100%纯电车还是比较麻烦一点点的。这辆车它的最大马力是408匹，然后最大扭力是660Nm。对于660Nm，我个人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很玄乎的数字，因为很少会体验到这样快的车。对。像现在我们在 highway， 不过前面有车顶住，没办法。等下我们可以试一下。其实它给的感觉就是，起步的时候它会比较
加速感会比较慢一点，因为它为了那个 safety issue 嘛，不要让你有那种爆冲感。但是你一过了20个 km 过后，它的加速感真的是很明显。像现在我前面没有车，然后一脚油门下去，哇，哇，有一种突破天际的感觉。对，而且我们是在行驶着，就是差不多100/100的时候，一脚油门下，它还可以继续爆冲。对，而且这辆不是汽油车嘞，这辆是一辆纯电的 EV 车。对，它有这样子的那种加速感，真的是太赞了，真的很爽。是。然后据说这辆车的0-100加速表现是4.9秒。真的，我觉得现在除了那种超跑，可能法拉利啊，还是 BM， 可能这种纯电车才会超越它之外，真的好像没有想象过有些什么车可以超过它吧？汽油车啊，汽油车 Golf GTI 是多少？0-100加速6.9，记得6点多吧？你看可以相差2秒哎。哦，哇，差很远。哎，所以真的是哇，很 impress 一下这辆车。对，但是有一个其实不是缺点。Volvo 会这样子做是为了安全啦。这辆车的极限高速只有180 km/h 罢了。对，然后这辆车其实它整体来讲就是跟我们 Hybrid 版现在市售的 Hybrid 版本的 XC40，还有之前的汽油版本的 XC40，它的整体来讲是一模一样的。对不管是外观还有内饰只是讲还有一点小变化啦。之前你驾过汽油版本的是吧？对。你感觉驾起来有什么样的差别吗？汽油版本给我的感觉很稳定，然后它的 suspension 的调教也很安心。比如你在 cornering 还是做那种加速表现的时候，但是我个人觉得这辆车更加的稳定。因为它整体它的电池压在下面了，对，更加的低重心。对，所以讲你一脚油门下去真的是很有安全感。对，然后这辆车它也配备了Volvo 的那种进阶式的安全功能。对，像我们刚刚这样子把它堵塞车出来它的 ACC 跟车让我很惊艳的就是，如果你的车只要有1个 km/h 的速度，它的 ACC 跟车还会继续跟你做工，所以它有点类似 Go and Stop 功能。但是如果讲你停下来，可能有过了5秒、6秒之类的吧，大概这样的时间，它才会 cancel 掉。对，所以你就要按回那个 ACC 跟车才会重复的才可以继续使用这个 ACC 跟车。是。A few moments later. OK， 现在我们在highway塞着车，我们开着 ACC 跟车。现在是前面完全停车不懂它会不会跟住。前面有车走。对，现在已经走到现在11、12公里/h。正常来一些可能日系车已经是 cut 掉的。对，很多车都是少于30就 cut 了。是，但是它到8还是会走是，还是跟着，完全就是踏板没有在踩油，对，也没有在踩刹车。所以其实不管是城市驾驶还是在highway塞车，这个方向 OK good， is the best。所以现在 ACC 跟车真的是在highway驾驶一个必备工具。对。对于这辆车，你觉得还有些什么优缺点？优缺点主要以乘坐啦，因为现在我还没有在驾嘛。对。所以我觉得乘坐方面，它的椅子我个人很喜欢尤其是这个可以延伸的坐椅垫。对所以就不用拿出那个拉扯是吧？对，拉扯是不用拿出来，然后肯定是可以完全的支撑到我的大腿，然后整个坐姿我觉得也是很 OK。但是因为这一台是算是 B segment 嘛，对，所以在空间感方面，当然不能跟我之前驾的好像 C segment 的 V60来做一个比较啦。缺点方面来讲的话，第一点就是，如果你家里是那种属于住 condo 的还是主屋来讲的话，你下面没有那种充电桩还是波 plug 的话，就可能不太理想。对，因为这辆车你每天要充电嘛。是。然后要不然的话，你就可能如果是在 IKEA 做工就有机会去充一下电。所以对于那些住主屋的人士，可能就不太友善。好啦，今天这个很简短的这个 Volvo XC40 Recharge 的试驾的视频就到这里，非常感谢阿豪让我有这个机会试驾到这辆车。觉得这个视频不错的话呢，就麻烦你们帮我按赞分享一下，当然也希望你们支持我一下，订阅我频道，还有开启小铃铛。当然也希望你们支持阿豪的频道，订阅他的频道。
所以对于这辆车更详细的内容，我相信阿豪应该会做的比我更加详细。所以到时候你们就期待他的那个影片吧。不懂他上线还是我上线呢？应该是你先上，我觉得。再看了。OK， 再看了。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所以我们下个星期的视频再见了。拜拜，拜拜。当然也非常感谢位于巴杜巴哈的 AJ Premium Motors 借了我们这辆纯电版本的 XC40试驾。对于波波车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不妨来到这边了解一下吧。